这是心跳的声音。我们的心脏大约在受精3周后开始跳动，从此便不眠不休地持续运转。人的一生，心脏总共会跳动25到30亿次。在经年累月的运转之后，心脏会渐渐出现问题。心房颤动是最常见的心律不整。65岁时，每20人有1人罹患心房颤动；到了80岁时，每10人就有1人罹患心房颤动。什么是心房颤动呢？先来看看心脏的构造。正常的时候，右心房会发出讯号，使心房肌肉收缩，然后再传到心室，让心室肌肉收缩。如此一来，心房与心室便能产生有节律的跳动。所谓的心房颤动，是心房出现很多杂乱的讯号，让心房肌肉出现不规则收缩。从心电图上能够看出两者的不同。正常的心率很规则，心房与心室依序收缩。至于心房颤动的心电图则非常杂乱，心脏呈现不规则跳动。正常的心肌收缩很规则，所以能够有效推动血液。心房颤动出现时，心肌以非常混乱的方式收缩，而无法顺利推动血液。淤积在心房里的血液可能逐渐形成血块，假使这些血块脱落，可怕的事情就发生了。如果把我们的器官比喻成电灯泡，那血流就是电源。随着血液流动的血块会造成血管阻塞，器官便得不到足够的血液。这些血块会在全身上下制造麻烦，塞住脑部血管，造成脑中风，患者可能瘫痪甚至死亡。此外，还有可能出现肾中风、肠中风以及肢体中风。随着年纪增加，心房颤动的机会大幅上升。另外，高血压、体重过重、饮酒过量以及代谢异常的患者都容易罹患心房颤动。心房颤动发作时，患者可能感到心脏乱跳、虚弱无力、头晕目眩以及胸痛等症状。不过要提醒大家，即使没有症状，也必须接受治疗，才能降低中风的危险。心房颤动的治疗主要有2个方向着手，一个是矫正心率，让心脏恢复正常跳动；另一个是服用抗凝血剂，避免血块形成。传统口服抗凝血剂、食物、药物的禁忌较多，且患者必须经常抽血。新型口服抗凝血剂的禁忌较少，也不必抽血，让患者的生活品质大为提升。遵照医师指示服药，才能降低中风的危险。我是刘玉志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